奇迹之星坠入无垢的乐园，自此属于人的纪元伊始。人类与神的护从为伴，建立了丰裕的国度。他们创设历法，以窥测天空；他们开垦稼穑，以丈量大地。10岁变迁，传承更续，人类的历史被深植于这片净土，发荣滋长，而后凋零。那一天，灾厄湮媚天空，一影遮蔽大地。赐予万物生机之水，这次亦将死亡赐予世间。洪水涤净了文明的余晖，世界沉入黑暗，在无限去迹中等待新生。洪水，那场大洪水真的发生过？哦，看来你已经从粉饰太平的美梦中醒了过来。没错，一心的维塔，那些都是你真实的经历。找回记忆的感觉怎么样？不对，你看，现在弗洛斯明明还好好的，那怎么可能会是真实的呢？这确实是一个问题。事实上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毕竟这个世界的命运就像转动的钟表指针，总会在某一时刻指向相同的位置。甚至，如果事情不是这样，我此刻的复仇反而会无法进行。所以，你的复仇对象究竟是谁？这个问题，我希望你能自己找到答案。你之前的猜测没错，大侦探。我之所以出现在这里，并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履行与那位先觉的维塔的约定。兰，他现在在哪里？你到底对他和黄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他们只是分身乏术而已。毕竟，面对随时可能毁灭家园的灾害，身为城市代理人的他们，当然要优先消灭灾难的源头。毁灭？等等，你是说……没错，就像你回忆中的那场洪水一样。我刚才说过，这个世界的命运就像转动的钟表指针，总会在某一时刻指向相同的位置。很容易得出的结论，不是吗？赫斯珀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佐证。世界始终如一，人们却在虚假中循环。而现在，因为某位不速之客的到来，命运的齿轮还转动得更快了一些。你究竟在说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你不记得也很正常。城市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怪物，按照大侦探的说法，叫做崩坏兽，那就是令城市步入毁灭倒计时的罪魁祸首。而归根结底，他们可是和眼前这位大侦探一起出现在弗洛斯的。红，冷静一点。莫里亚蒂只是在颠倒因果。自从来到这里之后，浮华姐一直在帮助我们消灭崩坏兽。难道这些事情你都忘记了吗？红，浮华姐姐不久之前才救过你，你真的不记得了吗？就算真的不记得了，作为代理人，你应当有自己的判断力，不是吗？我真是太奇怪了！明明会有灾难降临，明明连世界都有被毁掉的可能。两个奇奇怪怪的外乡人，看起来都想要骗我，连成吉和阿七都变得怪怪的，我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啊？红，你要去哪里？
不管你们是不是真正的纯洁和安静，至少有一句话没说错。作为代理人，我自己可以判断。我这就去查个清楚。好。奇怪，莫里亚蒂没有动手阻拦。糟糕，现在城里到处都有崩坏兽，不能让他这样离开，我们快跟上。果然，正如本相的维塔所言，这位维塔相当意气用事啊。不过，既然他想要亲自见证城里发生的一切，公平起见，我们最好还是都不要插手。小橙、小光，退后！结束了。莫里亚蒂呢？趁乱离开了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去找红。但他知道我们一定不会对伙伴坐视不管。格蕾修那边也迟迟没有联系。如果他仍是那个我了解的莫里亚蒂，怎么了，浮华姐姐？莫里亚蒂是个擅长观察局势、随机应变的人。他往往表面上不按常理出牌，等到实际解决问题时，却又会选择最为简单直接的方法。曾经，他表面上假手一座城市的犯罪网络与我周旋，暗地里却物色了一处异界的入口，试图把我诓骗入内，永绝后患。我担心，他对其他的维塔，甚至格蕾修，正在做同样的事。糟了，红也好，蓝和黄也好，格蕾修他们也好，现在不都是孤立无援的状态吗？我们必须赶紧追上去，但也要防备敌人的陷阱。离奇属性的怪物，丢失记忆的小红，还有莫里亚蒂那不明来源的知识，甚至也包括我在这里和格蕾修重逢的巧合。悬而未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了。小橙、小光，无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，你们千万不要离开我的视线，好吗？